最不想看到的 iPhone 15再次做了很大的切割。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上次很多观众问到我，目前传出这个消息以后，苹果可能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上面会使用这个潜望式的镜头。那目前讲到的是可能大概5倍跟6倍的变焦。那最近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出来，那我们再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报道跟分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潜望式镜头。那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一个镜头模组，在很多其他家的厂商都已经在他们产品上面实践非常多年。那有的可能是4倍啊、5倍、6倍甚至10倍的变焦都可以做得到。那你们可能会想，苹果在目前3倍变焦的模组上面凸起的程度就这么多，那他们组件供应商怎么提供出5倍甚至10倍的变焦，然后把它塞在小小的一个手机尺寸里面呢？因为其实这种潜望式的镜头，或者有人叫它折叠式的镜头，就是把本来要凸起的部分，把它用成横摆的方式，然后用折射的方式呢，把这个影像折射到这个感光元件上面。那你能想象了，本来是这种垂直凸起的这个距离，现在改成横摆，那自然在空间上面就可以更好的去应用它。那空间如果解放开来了，它自然可以放更好的模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厂商10倍变焦，其实它拍摄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今年可能是苹果第一次终于在他们的机种上面要植入这种潜望式的镜头，那也算是晚了其他厂商非常多年。那最近这个消息传出来，就是一开始的新闻是说可能会从大立光独家去提供这个模组跟组件给苹果，但现在郭文其实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说，可能会有第2家厂商。那其实这个方式一直是苹果先前会使用的方式，一开始可能比较早期都是单独跟大立光去做合作嘛。那可能苹果一方面可能在这个模组上面的价格啊，并不太想被单一的厂商绑住，所以他们也转而慢慢去扶持其他厂商，去提供类似品质的相机模组。那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其实后面有很多他们商业的考量。那现在的消息传出来是说会有第2家叫做玉晶光，那这个也是一个台湾的公司。那大立光跟玉晶光目前也好像还有一些专利权上面的诉讼。那其实除了供应商的部分呢，在这个机型上面目前也有新的消息出来。那这一点我相信是很多人可能不乐意见到的。那其实我们都有提到了，今年可能是苹果第一次拉出一个新的产品线，叫做 iPhone 15 Ultra。但是这件消息又只是说 Ultra 可能要等到 iPhone 16的时候才会推出。那我们当时就想说，那如果没有刻意区分出这个 Ultra 等级的话，那或许今年还是会跟先前一样，他们 Pro 跟 Pro Max 系列会使用一样的组件，那他们的差别就是萤幕的大小还有电池的大小。但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一国分析师指出呢，这一次的这个潜望式镜头很有可能只放在 Pro Max 的机种上面。那这样看起来，即使它在命名上面没有刻意区分出 Ultra 这个机种，但是其实在产品线的区分上面也把它区隔开来。这个现象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嘛，在先前 iPhone 第一次推出这个7 Plus 的时候，他们也是单独把这个第2颗镜头放在比较大的机身尺寸上面。那我们先排除这个产品区隔性的这个考量来讲，我们先以机身比较现实的这个机身啊，里面内有尺寸来讲，其实这样也是非常合理嘛。潜望式的镜头它的模组比较大，那以下在其他厂商上面看到的，他们这种潜望式镜头的组件也是只放在比较大型或是比较旗舰的机种上面。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空间。那以苹果来说呢，在比较近期的 iPhone 12 Pro 跟 Pro Max 上面，他们也有做一样类似的这个区分哦。不论是在主镜头还有他们长焦镜头，他们都使用不同的模组，虽然同样是 Pro 系列的产品。那这次呢，苹果可能又在用一样的模式，在这一次的15 Pro 跟 Pro Max 上面。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么想。那以我本身就是一定会买最大尺寸的这个人来说呢，虽然是没有什么差别啦，但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的这个客群呢，他们其实是很喜欢用 Pro 这个尺寸。那最大原因呢，就是他们希望有比较轻巧可以好携带的手机，可同时又有最旗舰的这个规格在上面。所以这样看起来，不管有没有 Ultra 这个系列，这次这2个版本都可能被区分开来。那以我看起来呢，其实就算没有 Ultra 这个系列，他们也可以在这次的 Pro Max 的版本价格再拉出更大一点的差距，让即使需要去买到 Pro 版本的人，也会感觉说，哦，我真的是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虽然没有潜望式镜头，但我还是拿到一个相对好的规格。那下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来讲这个大立光跟玉晶光这2间公司，如果2间不一样的公司要提供一模一样的组件设计给苹果，那其实这个在其他组件上面也是都有先例，可是这2家公司先前现在又有这个专利权的诉讼在打。那其实以市场上的分析啦，毕竟是2家竞争的公司嘛，那大立光绝对有他们最好潜望式镜头的组件，可是苹果照惯例不会去用到最好的那一组，不论是商业上成本的考量啦，或者是他们可能要分散这个风险让第2家可能规模还没有到大立光水准的公司，也一样可以稳定的提供他们需要的组件。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来的话，这次的潜望式镜头就不可能是最高规的。如果我们期待说，哦，苹果终于有这个潜望式镜头，那他们可能一次攻顶攻到一个现在人家市面上没
有到的规格或等级的话，那或许先还没有办法有这个期待。加上其实先前大立光也有说出来嘛，苹果在镜头的选择上面，他们可以选择不是最高规的镜头，或者他们降低对这个镜头模组的这个标准规格让更多厂商可以参与。这边就不得不讲说，库克在这个方面真的是非常的精明，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嘛，当然镜头模组上面大立光是做的最好的。那可是如果苹果一直只依靠大立光，然后什么都给他们做的话，这样让大者恒大，那在几年下去，苹果就会变得没有选择。那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这个模组的价格要怎么喊价，就变成由大立光这边来控制。那苹果这个公司绝对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尤其是他们又是一个最大的客户。所以呢，虽然以消费者的角度不喜欢看到他们没有用到最好的模组，但是以商业的考量，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做。那另外呢，市场上面其实有另外一个担忧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同样的第一次的潜望式的镜头设计上面，有2家不同水准、不同规模的公司来提供这样组件的话，镜头这个东西可能镀膜啊，或者它的这个角色啊什么上面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这个到时候可能你出货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选择说我想要大立光的版本，或是玉晶光的版本？那等到时候正式上市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在两者测试出这个镜头上面有一点可能成色上面的差异啊，或者成像上面的差异，那造成市场上面比较想要选择大立光或是玉晶光的版本？那如果你就是很坚持想要使用 Pro 啊比较小型的手机，那也要有这种潜望式高规的镜头的话，那依郭分析师的讲法，会到2024年的 iPhone 16 Pro 系列，我们才会真的看到潜望式镜头也放进比较小型的机型上面。但同时间又想回来，如果到明年真的有这个 Ultra 系列推出的话，或许 Ultra 又是一个有别于 Pro 跟 Pro Max 之间的另外一个机型，有点像是现在苹果手表有 SE 啊，有大的小的版本，然后又有一个 Ultra 的版本。那到那个时候，或许就不只是 Pro 跟 Pro Max， 可能在数字系列上面也会做一个调整。那我现在说说我的看法。那我觉得这2间公司上面这个有可能专利权诉讼的问题，可能有点迫使说不可能会使用到大立光最好的模组。那它不可能为了让苹果可以分散他们的风险，提供出他们最专利、最先进的设计，让另外一个厂商也可以生产使用。但是同时我们讲回来，其实现在这个手机上面的摄影，不管是录影或是拍照，很大的成分是依赖在他们演算法还有他们的角色上面。那我先说，我这边不是在帮 iPhone 没有用到最顶规的这件事情讲话，我是说先前在这个相机盲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即使是用一个最旧型相机模组的 Pixel 6a， 那因为它演算法的角色啊，还有影像处理是非常非常的讨喜，呈现出来的影像是最多人投票认为它是最好的一张照片。以这个角度去看来的话，其实说真的，模组上面的进步到底是有多高端、多前进，其实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啦。那可能像以我们这种规格控，希望看到 iPhone 用到最高规格的人来说，会比较在意。但是一般大众在拍照上面，或许不太会看得出来它的差别。那至于现在传出的可能是5到6倍的变焦这一点呢，有人就会问说，那现在是3倍，到时候到5到6倍，这中间的这个焦段要怎么去 cover？ 那以苹果现在他们主镜头用4800万画素的这个方式来解决，那他们其实在2倍变焦，他们用尽量无损的方式，让它在拍照、摄影都能达到这个1200万画素或者 4K 的这个画质。那我觉得其实它毕竟就是手机摄影了。那以现在你说2倍到3倍或者3倍以上的这个录影，其实它就算是维持 4K 画质，它也是用这个 upscaling 的方式嘛。所以或许本身在这之间呢，它是完全真的可以以物理的方式去 cover 到这个焦段，大家可能就不是非常的在意。那我们就先预想主镜头一样是使用4800万画素，那到时候真的上市出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录影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要去避免使用到可能3到5倍之间的焦段。那可能到它真的换到另一颗潜望式镜头、长焦镜头的时候，才能得到比较高解析度的画面。但其实我们讲回来，99%的用户可能看不出来的差别，就像我常常在抱怨的，就是苹果在这个长焦镜头的切换上，没有很明显的跟使用者讲说什么时候有用它，什么时候没有用它。那我们自己的测试也是，它非常多时候，不管是拍照跟录影，即使在光源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它还是选择不使用它的长焦镜头。那这个就是苹果的它的软体上面调角的选择，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我每次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抱怨的观众很少，或是真的知道的观众很少。或许如果今天真的是从3倍换到5、6倍的这潜望式镜头，那中间之间他们怎么去数位裁切放大，可能大家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在意。所以呢，虽然我期望了，就是可能像 Sony 那样，真的有一个光学变焦的镜头，可能可以 cover 3到5倍啊，或者3到6倍之间的这个焦段。我个人感觉啦，苹果要在今年就使用这样模组可能性还是偏非常低的。那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到这个16真的一个 Ultra 系列出来的时候，当它价格可以真正提高，然后当它真的划分出一个新的产品线出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试验性质的产品的时候，再来期待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光学变焦的模组在上面。OK， 那我也希望听到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消息想提供，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在上面私讯我。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